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聊一个你每天都在接触，却可能没有太过深究过的课题——媒体与传播。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但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它的包围中。想象一下，你早上醒来，拿起手机刷的几条微博、抖音或者朋友圈，可能是一则国际新闻，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段子，甚至是朋友的近况动态。无论你看到的是什么，这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信息传播系统在运作，甚至就连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视频，也是这个庞大的系统运作的结果。而媒体与传播学就是研究这些系统是怎么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生活和社会运作的。还记得某位顶流明星的绯闻吗？几乎一夜之间，相关新闻爆料满天飞。无论你是在微博、抖音，甚至是在新闻客户端上，似乎无论你点击哪个社交媒体平台，这个话题都在那里等着你。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些消息自动找上了你。这些信息的传递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都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超链接的时代。我们的社交平台、新闻媒体、视频内容都通过各种方式迅速把信息推送给我们，甚至在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了解这些内容之前，他们已经以算法推荐的方式悄然出现在你的屏幕上。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它不只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工具，它实际上在塑造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无论是热点新闻、娱乐八卦，还是社会事件，媒体都在影响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的决策。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媒体与传播学，它不仅仅是一门学术学科，它实际揭示了我们是如何通过各种媒介与世界互动的。从我们日常刷的社交平台，到每天看的新闻节目，再到你下班后打开的电视剧，甚至你接收到的广告推送，这一切都与传播密不可分。让我们回到那个刷屏的事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些新闻或话题总是能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这背后不仅仅是因为信息有趣，更因为媒体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也就是说，媒体会帮助我们决定什么是值得去关注，什么是当下最热的话题。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你平时获取信息的方式，感觉是不是跟前面说的很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利用各种媒体来获得信息，无论是社交平台、新闻网站，还是视频网站。每次你点开一条新闻，转发一条微博，刷到一个短视频，其实你都在参与传播的过程。你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你也在不断分享和扩散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媒体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制造信息，甚至可以影响我们怎么看待周围的世界。媒体有它自己的力量，它不仅仅让我们知道某件事发生了，还能决定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是悲观的、乐观的、愤怒的，还是无所谓的。如果你每天都在刷手机、看新闻、看视频，那你其实已经深陷在媒体构建的世界里了。媒体与传播学恰恰就是在研究这些信息是如何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如何从某个人的头脑中影响到你的认知和情绪。说到这里，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平时是怎么获取信息的？是透过手机，又或者还是通过传统的电视新闻，或是看报纸？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早已经习惯了用手机获取所有的新闻和娱乐内容。你有没有发现，你早上刷的内容，等到了晚上又全变了？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被算法拿捏了。对，这也是信息传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接触的内容常常是经过筛选的，带有一定的倾向性，甚至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事实上，当你思考自己平时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信息时，其实也是在反思自己是如何与这个信息化社会互动的。我们都是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环，既是接收者，也是传播者。而这个网络的复杂性、深刻性，正是媒体与传播学所研究的核心。前面我们聊到媒体与传播学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现在我们也试着回顾一下媒体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今天我们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发朋友圈的便利，和几十年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可是天壤之别。可媒体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首先，我们得从传统媒体开始说起。传统媒体也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的那些媒体形式，它们是信息传播的主力军，主要包括4大支柱：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咱们从报纸开始。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最近一次阅读报纸是什么时候？想象一下，几十年前的早晨，一位上班族起床后第一件事可不是摸手机，而是出门买一份报纸，边走路边翻看头条新闻。报纸曾经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每天早上数百万份的报纸被送到世界各地的街角报亭，大家依靠它了解世界，讨论政治、经济、娱乐，甚至是八卦。报纸的特点是文字为主，时效性较差，每天出版一版意味着你只能获取前一天发生的新闻，所以你今天读的新闻可能已经凉了。不过尽管时效性不强，但报纸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人们通常都有一种心理暗示，认为报纸上写的才是真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报纸有点太静态，那广播绝对是当年最快速、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二战期间，人们会通过广播第一时间获取战争的最新动态。广播的特点是语音传播，及时性强，你可以通过广播实时收听新闻，完全不需要等待第二天的报纸。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让人们觉得更直接，更有参与感。再后来，大家迎来了电视的时代。电视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提供了声音，还有了图像。这种视听结合的方式，让它迅速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宠。你可以一边看新闻主持人播报时事，一边看到新闻现场的画面，让事件显得更加真实和直观。有意思的是，在电视机刚刚普及的时候，很多家庭的生活方式是围绕着它展开的。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大多数家庭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7点准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这几乎成了那个年代的全民仪式。和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完全不同，当时的信息获取是有严格时间段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选择性，基本是电视新闻播什么，观众就得看什么。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电影可谓是信息和娱乐的结合体。早期的电影放映通常是在电影院里进行，而今天的电影早已走进了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电影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能传播信息，还能通过故事和情感打动人们的心灵。无论是好莱坞的大片，还是经典的黑白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载体，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的偏好。从电影明星的服装风格到经典台词，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大众的流行文化。还记得97年底上映风靡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吗？这部电影不仅横扫了当年的票房，它的主题曲《我心永恒》也曾是全民热议的话题。不管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这些传统媒体在他们的黄金时期无疑都是现象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所有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感受最深的部分。还记得当年我们第一次用上智能手机的感受吗？
突然之间，新闻不再需要等到报纸出版，电视新闻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抖音、YouTube， 这些新媒体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最直观的感受应该就是速度完全不同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有时间延迟的，比如报纸需要印刷，广播需要安排时段，而互联网几乎是瞬时的。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看到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都习惯了通过社交平台刷热点新闻，就像某位明星突然宣布结婚，可能在几分钟内已经刷屏朋友圈了。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很可能需要等到第二天娱乐八卦报刊登载才能知晓。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的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也就是报纸、电视、广播告诉你什么，你只能被动的接受。而现在，我们不仅可以获取信息，还可以评论、分享，甚至参与创作内容。就拿社交媒体来说，很多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信息的消费者，而是主动成为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发布视频、写文章，甚至通过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这就让新媒体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传播链条上的一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我们不妨回顾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步。当时，全世界的观众通过电视和广播收看了这场空前的壮举。这些信息通过专业的新闻团队传递给我们，大家只能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这一历史时刻。而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2024年有一次类似的登月事件发生，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新闻不再局限于电视屏幕，各种社交平台、新闻网站会第一时间将消息推送到我们的手机上，而且我们不再只是旁观者，我们可以评论、转发、点赞，甚至和全球的网友一起参与讨论。透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的速度和广度，还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了信息传播的参与者。新媒体的崛起毫无疑问让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也更为复杂，甚至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已经不再依赖于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的媒体，而是通过手机、社交平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和娱乐。但是，信息传播的便利和多样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比方说，我们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如何避免陷入信息的茧房中？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这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正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即信息传播背后的理论与规律。上面我们已经聊到了媒体如何从传统到新媒体的转变，还看到了新媒体是如何让信息传播变得更迅速、更广泛。但是信息是怎么在我们之间流动的？它背后的规律是什么？这里就必须要跨入到信息传播的基本理论中做探讨。咱们先来说一个经典的理论，叫香农微幅传播模型。听名字可能有点拗口，但其实它非常简单，可以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来解释。这个模型基本就是讲信息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是如何传递的。我们拿发送一条短信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个朋友叫小李，你想告诉他今晚我们去吃火锅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发送者，你想传递的信息是吃火锅，而小李就是接收者。你把这条信息发出去后，信息通过手机网络传递到小李的手机上，他接收到并理解了你的意思，这就是传播的基本的过程。但问题来了，有没有遇到过信息发出去但对方没收到的情况？比如信号不好、网络延迟，甚至小李的手机没电了，这些都是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也就是干扰信息传递的因素。香农微幅模型就是在提醒我们，信息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间会有很多可能的障碍，像信号、误解、设备故障等等，都会影响信息的顺利传递。其实这个模型不仅仅适用于短信或电话，所有的信息传播都遵循类似的原理。比如当你发朋友圈时，你是发送者，朋友圈的好友是接收者；当你听新闻时，新闻播报员是发送者，而你是接收者。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接下来再聊聊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叫做议程设置理论。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现象，即媒体并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想，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想什么。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选择性的报道某些事件来影响我们的关注点。大家还记得前几年某吴姓男星因涉嫌强奸和聚众淫乱被捕的事件吗？突然之间，这个新闻刷屏了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什么微博、朋友圈、短视频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新闻可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媒体通过大量报道和推送某个新闻，让这个新闻成为了热点，从而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这就是议程设置的作用。媒体不直接告诉你应该对某件事抱有怎样的看法，但它通过它不断的报道某件事，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你打开微博或其他的社交媒体时，平台推给你的内容往往是根据算法精选出来的热点。这些热点不仅是基于数据，还和媒体的议程设置有很大的关系。再来个实际的例子，大家可能还依稀记得前段时间的一条娱乐八卦新闻，就是某汪姓明星突然官宣离婚后又迅速有了新欢。这条新闻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短短几个小时就有数百万的讨论和转发。与此同时，你发现这条新闻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几乎是同步推送，甚至还上了晚间新闻的娱乐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私人化的事件能引发全民的讨论？这背后正是议程设置在发挥的作用。社交媒体平台和传统媒体通过大量的曝光，把这个新闻推到了公众的视野中，而我们这些接收者自然而然就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关心的事。实际上，有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可能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比如，一个影响全球环境的政策可能不会像明星绯闻那样火爆，这正是因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决定了我们关注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极传播理论。这个理论光听名字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但其实它解释了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现象：意见领袖。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关注一件事情，往往是因为我们信任的某个人先关注了这件事。双极传播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信息并不是直接从媒体传递给大众的，而是先传递给少数的意见领袖，然后这些领袖再把信息传递给我们的追随者。换句话说，有些人是信息的中间人，他们是引导大众舆论的重要角色。举个例子，你是不是会关注一些你喜欢的博主、网红或者某些领域的专家？当他们分享某条新闻、推荐某本书或者发表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时，你有可能会跟随他们的意见，你相信他们的判断，所以他们分享的内容更容易影响你。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不仅仅局限于网红或明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话总是被更多人认可。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总是第一个知道各种最新的潮流资讯，大家总是愿意问他一些像该买什么、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影视剧等这类的建议，这也是意见领袖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到这，又不禁让人想起来前段时间被口诛笔伐的饭圈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饭圈文化可以被视为双极传播理论的一个现实的例证。像饭圈文化中的意见领袖，如明星、
网红或者粉丝团的负责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信息，影响粉丝群体的行为和态度。粉丝们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可能会在饭圈内部进一步的传播，并形成集体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意见领袖起到了信息筛选和传播的作用，这与双极传播理论中的舆论领袖角色高度的契合。通过香农微服传播模型、议程设置理论和双极传播理论，我们看到了信息在社会中流动的不同的方式。这些理论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信息是如何传播的，还揭示了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规律。比方说，谁在控制信息，谁在引导舆论，信息又是如何通过意见领袖、媒体的议程设置影响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传播模型的变化不仅仅影响了信息的传递，还在深刻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我们的思维方式、消费习惯，甚至是社会流行的趋势，很多时候都由媒体传播链中的这些关键节点所塑造。而这些变化也正是现代传播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仅是信息接收者，更是传播链条中的一环。无论是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引导我们关注热点，还是意见领袖在社交平台上带动潮流，我们每天都在参与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甚至是审美标准，都受到媒体的巨大影响。从你每天刷到的短视频、追的剧，到你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广告，我们被大量的内容所包围着，而这些内容不光是娱乐，它们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流行文化。有时候，一部大热的影视作品就能让一个时尚潮流瞬间火起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甚至看过曾大火的《老友记》。自1994年首播以来，它就以其幽默的对话、有趣的情节和魅力十足的角色，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那时，它不仅仅是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甚至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剧中的角色穿着、发型、生活方式，包括他们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态度，都直接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很多人甚至在看完这部剧后，觉得自己应该在生活中更注重友情，追求梦想，甚至学着模仿剧中角色的穿搭。类似这样透过电影、电视剧以及广告在美学和生活方式上产生引导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影视中主角的包包、衣服等，一经曝光，瞬间就成为时尚单品，许多观众纷纷跟风购买。这是因为媒体在不断强化某种流行，把它推送给我们，直到我们开始认为这就是酷的、时尚的，而这也是大众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广告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经典广告不仅仅是在推销产品，它们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像耐克的经典广告口号 Just Do It 影响了多少人？这句口号不仅让品牌自身深入人心，还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你可能已经记不得这个广告的具体内容，但每当你看到这句话时，你的脑海中自然而然会浮现出运动、拼搏、突破自我的画面。这个广告不仅仅是卖鞋，它还塑造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态度影响了无数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还有一些食品广告，比如某款薯片的广告，可能会让你觉得吃薯片是享受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都知道吃太多零食不健康，但广告里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形象让我们难以抗拒。而这些广告通过不断的重复，把这种消费习惯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广告不光是在卖产品，它更是在卖生活方式和情感的体验。它让我们觉得，如果不按照广告展示的那样生活，我们可能就会落后于时代。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大众传播的强大力量之一。除了塑造流行文化，媒体还在传递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在性别、种族等敏感议题上，媒体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很多影视剧、广告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分工总是非常固定？比如，男性常常被描绘成坚强、理性、果断的形象，而女性则更多被塑造成了温柔、感性、家庭至上的角色。就像很多家庭清洁用品或厨房用品的广告里，主要出镜的总是妈妈，似乎做家务就是女性的天职。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只是无害的标签，它们还无声无息地影响了我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在媒体的引导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务就是女性的事，男性不该表现出脆弱的一面。长此以往，这些性别刻板印象被不断地强化，并且固化在我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中，让很多年轻人可能从小就认为，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性别角色表现才是正常的，而不符合这些期待的人可能会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无形的压力。同样，关于种族的刻板印象也很常见。早年间，很多影视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往往被刻意塑造成某种特定的种族形象，这极大地影响了观众对某些族群的看法。尽管这些年我们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很多旧有的刻板印象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媒体不仅是在传递信息，它还在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流行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做自由选择，比如买一款最新的手机，追某个当红明星的剧，或者跟风参加一个社交平台的挑战赛。但其实这些选择背后往往是媒体和广告在巧人的引导。媒体通过内容创作不断地塑造和强化某些社会规范，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它让我们相信，如果你没有按照某种方式生活，你就可能会落伍。这种影响力在广告、影视作品、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尤为的明显。我们每一天都被这些内容所包围着，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无形的渗透，媒体的影响力才无比的巨大。随着媒体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背后的权力控制问题也逐渐显现。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他们同时也是力量的操控者。那么，谁在决定这些内容？谁在主导我们每天接触到的热点和流行呢？前面我们谈到了媒体如何塑造我们的观念和文化，现在我们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谁在控制这些信息？事实上，我们每天看到的内容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背后的权力体系在操控。你可能没意识到，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信息都已经被筛选、过滤过了。这背后有着异常复杂的权力关系。那都有谁在掌控媒体的方向呢？首先是媒体集团。如今全球范围内大部分主流的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其实被少数几个大公司所控制。这意味着信息的多样性在大公司的垄断下正在逐渐的减少。比方说，在美国，新闻行业的大佬无外乎就是那几家媒体巨头，像迪士尼、康卡斯特新闻集团等等，他们控制了你所能看到的很多电视台、报纸、网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能接收到各种不同的新闻来源，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新闻都是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只是被不同的媒体包装成了不同的内容。这种集中控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是内容的单一性和趋同性。虽然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但媒体背后是同一批大公司，他们的利益和商业动机决定了他们选择报道什么，忽略什么。比方说，当涉及到这些公司的利益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淡化某些负面报道，甚至完全不报道。
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大公司出现丑闻时，新闻报道会非常的温和，甚至很快就被其他热点掩盖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媒体集团本身与这个公司有商业的联系。如果报道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足够的权利控制话语权，避免不利内容的曝光。再来说说社交媒体平台，这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无论是抖音、YouTube 还是微博、Twitter， 这些平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内容涌向你。但有个问题，就是你所看到的真的就是你想看到的吗？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算法。这些平台依赖的推荐算法会根据你的浏览习惯、点赞、评论等数据，为你推送定制化的内容。这乍一听起来好像不错，毕竟我们都喜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是，算法并不是完全中立的，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你开心，而是让你沉浸其中，不断的消费内容，以至于使你停留的时间更久，从而增加平台的广告收入。就像你在抖音上看到一段健身的视频，接下来你很可能会被推送更多的健身视频、营养餐广告，甚至一些健身神话的视频。比如某个教练推荐的极端训练方法，久而久之，你的视野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健身泡泡里。平台给你推送的都是他认为你想看的，而不是你应该知道的。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的危害在于，你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窄，渐渐你只接触到那些符合你现有认知的内容，忽略了与之相对的观点。就好比某个社会议题，你可能只看到支持某一方的声音，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支持这一观点，导致了认知的偏差和极化。这时候，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它变成了信息的操控者。你看到的每条信息背后都有一套精密的算法在运行，平台在控制你的信息接收渠道，影响你的认知。当然，算法控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政治和商业影响更是让人不可忽视。很多国家的媒体都会受到来自政治和商业势力的压力，尤其是在涉及到敏感话题时，新闻审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商业利益，有时我们看到的新闻是经过筛选的，某些不符合政府利益的报道可能会被封锁，而一些有利的报道会被放大。这不仅发生在国家新闻媒体中，甚至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就像某些热点事件的新闻报道，一个突发事件可能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突然之间，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却被消音了，评论区被关闭，相关内容无法搜索，甚至整个事件的热度被其他新闻覆盖。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背后涉及到了利益的冲突，新闻的内容被有意的压制，以保护相关的政治或商业的势力。就像如今中东以色列的种种肆无忌惮对平民的屠戮行为，就很少能在西方的媒体中被真实的报道。社交媒体平台虽然看似开放，但背后同样有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平台既要维护广告商的利益，又要遵循所在国的法律和政策，因此在信息的推送和封锁上，背后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博弈。不少人以为自己是在自由的讨论，但实际上很多信息已经被操控，形成了特定的叙事的框架。你看到的远远不是全部，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信息茧房困住。平台的推荐算法让我们越来越依赖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忽视了那些可能挑战我们认知的内容。久而久之，我们对某些议题的理解可能会变得片面，甚至失去了对不同声音的包容。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我们作为普通人该怎么做呢？下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提升我们的媒体素养，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避免被舆论操控。只有掌握了这些技能，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信息噪声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自由。
信息时代，新闻铺天盖地。每当我们刷手机，打开新闻网站，都会看到各种的内容，从冲突事件到娱乐八卦，再到某个品牌的推广。但是，你是否有想过，你看到的每一条新闻都是准确的吗？或者说，你如何知道它的真伪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辨别真假新闻的技巧。如今，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某条信息可以在几分钟内被数千人分享。如果我们不仔细的甄别，很可能就会被误导。所以要判断一条新闻的真实性，第一步就是要观察信息的来源。真正的新闻通常来自于可靠、权威的新闻机构，而非那些小道消息或社交媒体账号。如果你看到一条引起强烈情感反应的新闻，特别是那些让你愤怒或恐惧的信息，先停下来问自己，这个来源可靠吗？就好比你在微博上看到某明星当场被捕的新闻，消息来源是一个没有蓝 V 认证的个人账号，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照片模糊，描述模棱两可，此时你就应该提高警惕，这很可能是虚假信息，甚至是恶意的造谣。第二步，核实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多渠道对同一事件进行核实。如果只有一个不知名的来源在传播这个消息，而其他权威媒体没有报道，那可能性很大是假消息。要记住，越是重大真实的新闻，越容易被多个权威媒体同步报道。当你发现某个消息只是在一个地方出现，而没有其他地方提起，那就要保持怀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某起关于食品安全的谣言。一则短视频声称某种常见食品致癌，迅速引发了公众的恐慌。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然而国家食品安全部门和主流媒体很快出来辟谣，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消息。通过查证，大家发现这条信息的来源是个未经认证的自媒体账号，它利用公众对健康的担忧，制造了情绪的恐慌。第三步，理性思考，警惕情绪化信息。很多虚假新闻的传播依赖于引发公众的情绪，特别是愤怒或恐慌。这类信息常常使用夸张的标题来吸引你的注意力，比如今天大秘密，你不知道的内幕等等。这些内容通常没有经过事实的验证。面对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冷静，不要被情绪所左右。说到这，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最近特别敏感的民族情绪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面对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些年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打压，有些人就特别容易利用这些事情来挑动民族的情绪，造成社会分裂、冲突和不和谐。最近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就已经敲响了这方面的警钟。再来说说另一个问题，就是信息茧房。这我们在上一个章节已经提到过，主要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让我们只能接触到符合自己兴趣和观念的内容，也就是说，平台会基于你的浏览习惯，向你推荐更多类似的内容，这样你就会陷入一个封闭的信息圈子里，无法接触到其他观点和信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温层效应。如果我们想突破算法对我们施予的枷锁，重点就是主动扩展自己的信息来源，不要只依赖于一种平台或渠道。比如，除了社交媒体的推送内容，你还可以有意识地去关注一些不同的新闻网站，尤其是那些能提供多角度报道的媒体。你也可以多看看国际新闻，了解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这种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不仅能帮助你保持开放的心态，还能让你更全面地看待某个问题。说了这么多，为了帮助大家在信息时代更加从容，这里再进一步做个总结，提供几条实用的建议，让你更好地判断信息的真伪。实用新闻查证网站在国际上有很多专门用来查证新闻的网站，比如 Snopes、FactCheck 等。国内也有类似的辟谣平台，如微博辟谣、腾讯新闻的事实查证栏目。如果你对某条新闻的真实性有疑问，不妨先去这些平台查一查，看有没有权威辟谣的信息。
学会质疑来源，无论是一条新闻还是一段视频，首先要问的就是它的来源可靠吗？如果来源不明或看似可疑，就要更多加谨慎，多维度获取信息，不要依赖于单一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多看看不同的新闻网站、报纸，甚至多浏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了解同一事件的多角度报道，这样能让你看到更加全面的信息，避免被某一个立场或观点绑架。警惕情绪化内容，无论是引发愤怒的新闻，还是激发恐慌的言论，情绪化的内容往往容易引起快速的传播，而这些信息很可能并没有事实依据。遇到这类内容时，先停下来，冷静地分析，不要被情绪带跑。总之，在当今的信息社会，虚假信息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学会辨别信息，培养媒体素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半个多小时里，我们一起探索了媒体与传播学的方方面面。我们讨论了媒体的演变，从传统报纸、广播到如今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变，分析了信息传播的基本理论，如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型、议程设置理论，以及他们如何解释我们的接收到的信息，探讨了媒体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通过流行文化、广告和电影等多种方式对大众文化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也深入思考了媒体背后的权力结构，从媒体集团的垄断到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送，权力与信息的紧密关系让我们必须警觉。最后，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培养媒体素养，学会辨别真假新闻，打破信息茧房，从而成为信息时代的明智消费者。在总结这些内容之后，我们似乎还忽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未来的媒体会是什么样。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媒体的形式和传播方式已经在悄然的变化，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特别是人工智能已经在改变我们接收和发布信息的方式。你或许已经注意到，很多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开始使用 AI 技术生成新闻摘要，甚至帮助自动生成新闻报道。未来 AI 不仅仅会是新闻传播的辅助工具，它可能会直接参与内容的创作。比如 AI 可以分析你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定制化的推送你最感兴趣的新闻。这听起来很方便，但也让我们对信息多样性感到担忧。当所有内容都定制化后，我们是否还能看到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其次，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技术也在逐渐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你可能已经在一些大型新闻网站上看到过身临其境的报道形式，比如通过 VR 技术，你可以走进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体验新闻发生时的环境和氛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无疑也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事件的本身，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技术可能会带来信息的操控，以及如何在虚拟世界中保持对事件的客观判断。最后，区块链技术也有可能彻底改变新闻传播的方式。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意味着未来信息可能不再由某几个大型平台掌控，而是由更广泛的社区来共同验证和发布。这无疑是一场传播模式的革命，给了我们更多的控制权，但也增加了技术复杂性，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技术素养。至此，我们本期有关媒体与传播学课题的相关内容分享也算到了尾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媒体世界里，你我作为观众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媒体不再是单向的传播工具，它变得更加互动与多元化。你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与生产者。就像每一次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条新闻，或者点赞评论一篇文章，你其实都在帮助塑造这个信息世界。你的行为会直接影响这条信息的传播范围，甚至可能决定它是否会成为一个热点。正因如此，你要为自己所传播的信息负责，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更多人的判断和认知。在这个充满信息噪音的时代，负责任的传播信息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好了，这期就说这么多，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二哥。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聊点感兴趣的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精彩分享。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再见。